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陈晓赵丽颖为何让粉丝难忘？演技搭配完美 ，CP 感让人舒适。一对曾经在荧幕前甜蜜无比的模范夫妻，如今却成了分道扬镳的路人。2025年初，陈晓和陈妍希离婚的消息一出，瞬间掀起了舆论的浪潮。可意外的是，大家不仅在叹息他们婚姻破裂，反而开始重提陈晓和赵丽颖的旧情。自从《陆贞传奇》之后，这对小影 CP 就被无数粉丝记在了心里。如今，随着两人各自婚姻的结束，粉丝们又开始幻想，曾经的错过是否还有回头的机会？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故事？事情要从10几年前说起。2011年，陈晓和赵丽颖还是娱乐圈的小透明，在电视剧《宫锁珠帘》中初次搭档。那时候两人的戏份不多，连观众都没怎么注意，更别提两人对彼此的初印象也不怎么样。陈晓觉得赵丽颖性格太直接，赵丽颖则觉得陈晓不太靠谱。但转机出现在2013年，这一年，他们合作出演了电视剧《陆贞传奇》。赵丽颖扮演的陆贞是一位聪明坚韧的女子，而陈晓饰演的高湛则温柔深情。两人在剧中并肩作战，共同进退，演绎了一段经典的爱情故事。这部剧不仅让赵丽颖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女主角，也让陈晓的事业迎来了高光时刻。而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对荧幕情侣的火花直接烧到了戏外。无数粉丝从剧中的甜蜜细节中挖掘蛛丝马迹，甚至连他们一起参加综艺节目的互动都被视为真情流露。就这样，小影 CP 的热度一路飙升，成了那个年代的 CP 代表。然而，现实生活往往比电视剧复杂得多。2014年之后，陈晓和赵丽颖的事业越走越顺，但感情却没有进一步发展。2015年，于正版《神雕侠侣》播出，陈晓和陈妍希因戏生情。随后，陈晓高调求婚，这段恋情迅速占据了热搜榜。与此同时，赵丽颖也专注事业，接连出演了多部热剧。但即便如此，粉丝们对小影 CP 的执念却没有消散。尤其是在《神雕侠侣》中，赵丽颖客串的穆念慈和陈晓饰演的杨康短暂交集，哪怕只有一场哭别的戏份，都让粉丝们兴奋不已。更何况，陈晓在婚后曾多次回忆起《陆贞传奇》的拍摄点滴，这也让人忍不住猜测，他对赵丽颖是否真的没有一点特别的感情。转折点出现在2021年，这一年，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。消息一出，网友们一边心疼赵丽颖的婚姻失败，一边又开始提起她和陈晓的过去。尽管当时陈晓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，但不少人依然觉得他和赵丽颖才是天生一对。2025年2月，陈晓和陈妍希正式宣布离婚，娱乐圈再次炸开了锅。这一次，关于小影 CP 的讨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从社交媒体到论坛，粉丝们纷纷表示希望两人能再续前缘。有人翻出了陈晓当年发过的一条微博，那条写着"爱你一生一世"的动态，至今还留在网友的记忆里，而头像正是《陆贞传奇》的剧照。即便两人从未公开回应过这条微博，但它却成了 CP 粉心目中的官宣。与此同时，赵丽颖的工作室也在陈晓离婚后迅速发声，表示赵丽颖目前专注事业，没有任何感情计划。尽管如此，这并没有浇灭粉丝们的热情。有人甚至开始幻想，如果当年陈晓没有和陈妍希在一起，或者赵丽颖没有嫁给冯绍峰，现在的他们会不会已经成为现实中的夫妻？如今，陈晓和赵丽颖的生活轨迹已经完全不同，但小影 CP 的热度却丝毫没有减退。
翻看两人过去的合作，哪怕是短暂的同框，都能让粉丝感慨万分。有粉丝调侃，如果在平行时空里，他们或许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不过，现实是残酷的，赵丽颖和陈晓都经历了婚姻的失败，重新回归单身，而他们的粉丝却依然沉浸在过去的美好回忆中。这也让人不禁思考，大家对小颖 CP 的执念，究竟是因为角色的经典，还是因为他们曾经的互动太过甜蜜，又或者仅仅是因为现实中的意难平？接下来，我们一起看看对于这件事网友们是怎么看的。网友热议：铁打的小颖 CP， 流水的娱乐圈婚姻。陈晓和赵丽颖当年那么甜，现在看来真是意难平。会飞的西瓜，我就想问，当年陈晓剥虾给赵丽颖吃那段是真的没点啥意思吗？看得我现在还牙酸。小猫爱吃鱼。赵丽颖离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陈晓也快了，现在果然应验了。要不然，命运是不是该再给他们安排一次机会？春风十里不如你。别再磕了，赵丽颖现在事业巅峰，陈晓离婚带娃，现实和电视剧是两码事。清风拂面，小颖 CP 就是我心中的白月光。要是两人再拍一次戏，我能疯狂磕10年。瓜子壳壳，网友们的评论五花八门，有人期待复合，有人觉得没必要。可问题是，现实中的感情真的能像电视剧一样圆满吗？那么小编想问，陈晓和赵丽颖当年塑造了无数人心中的完美爱情，为什么现实中却成了2条平行线？是因为感情不够深，还是因为命运捉弄人？你觉得他们还有可能在未来迎来属于自己的爱情结局吗？2. 从企儿到布达拉宫，赵丽颖15年逆袭史藏着多少不可能？她曾被断言圆脸演不了主角，跑了7年龙套无人问津。她非科班出身，却用演技征服观众。她出身河北农村，却逆袭成握85亿播放量的国民大女主。当年在《幸福到万家》里演和幸福被骂太轴的赵丽颖，戏外却把这份轴劲完成了爽文剧本。农村姑娘暴打娱乐圈规则，这可比电视剧刺激多了。2006年河北农村出来的丫头赵丽颖，揣着中专文凭就敢单枪匹马去杭州参加雅虎搜星选秀。当时这比赛可是冯小刚、张纪中这些大导演坐镇，参赛的多数都是北电中戏的科班生，就她一个草根姑娘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赵丽颖愣是凭着股机灵劲儿，在台上又唱我愿意又跳热舞，把评委给镇住了。最后居然拿了冯小刚组的冠军，还拍了贵族片广告，签约华谊兄弟。不过签约大公司不等于飞黄腾达，没资源没后台的野路子演员，在娱乐圈就跟打酱油似的。刚来北京那会儿，他住着合租房，随身揣5个笔记本到处跑剧组。他后来回忆，那时候我的简历上只有4个字：吃苦耐劳。要说赵丽颖那几年的龙套生涯，简直就是娱乐圈的丫鬟编年史，江湖人送外号横店第一丫鬟。金婚里梳着2根麻花辫的童家小闺女，全程处在旁边当人肉背景板。锁清秋里给大女主端茶倒水的文燕，站得比故宫门口的狮子还笔挺。宫锁珠帘里顶着3金发饰的青楼头牌百合，眼线画的能戳死人。就连新还珠巧儿这种角色都是经纪人求来的。直到2013年遇上《陆贞传奇》，赵丽颖才算熬出头，从此开启拼命三娘模式，拍《花千骨》吊威亚摔成腰椎伤，拍《楚乔传》沙漠里被拖行，愣是咬牙不用替身。混剧组那会儿，她可没少听扎心话。有人说她圆脸盘子撑不起女主的气场，有人笑她一开口就是河北大碴子味，更毒舌的直接拍桌子：你这辈子就死心吧，顶天也就是个丫鬟命。
最狠的是某次试镜古装剧，导演当着全组人把简历甩回来：“你这张脸啊，活该当一辈子丫鬟。”他愣是没掉眼泪，转头把这句话存进手机备忘录，一存就是3650天。现在回头看看，当年那个被说土气的农村姑娘，硬是靠死磕精神混成了身价30亿的资本女王。所以说啊，哪有什么一夜爆红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要说赵丽颖在《陆贞传奇》的拼命程度，那真是连导演都直呼太虎了。当年于正顶着圆脸演不了女主的质疑选她时，估计也没想到这姑娘能疯成这样。开机前3个月，她天天熬夜啃历史书，生生把自己饿瘦8斤，就为了演出陆贞那股子倔劲儿。最狠的是拍雪地受刑那场戏，零下5度的冰面，她光着脚跪了4个钟头，膝盖冻得通红，拍完站都站不起来。这姐们拍打戏更是不把自己当人看，亲自上阵导致腰椎落下永久伤疤。后来参加活动露背装都要用纹身遮伤，粉丝看了直呼心疼。这么玩命换来的成绩单也够硬核，首播当天直接干出2.3亿播放量，微博粉丝跟坐火箭似的涨了200万，直接从小透明冲到热搜常驻选手。爆红那会儿，记者都夸她运气好，结果赵姐当场甩出金句：“别老说我命好，我就是活成了陆贞本真。”这话可不是装逼，后来她真跟开了挂似的，用花千骨之否这些爆款证明，流量这碗饭姐吃得稳当着呢。2015年那部《花千骨》可真是直接杀疯了，当年那会儿谁没追过这部剧啊？单天网播量飙到4亿，直接把电视台周播剧的收视天花板给捅破了。她演的小骨绝了，从傻白甜到黑化妖神，那眼神转变看得人起鸡皮疙瘩。最绝的是那场吃空气包子的戏，对着绿幕硬是演出啃真包子的香劲儿。后来这段还被北影当教材了，你说牛不牛？打这以后，赵丽颖直接开启大女主专业户模式，《楚乔传》里沙漠拖航戏拍到膝盖血肉模糊，真拼命三娘。拍知否愣是考了个宋代点茶师证，剧里行云流水的点茶手法都是真功夫，风吹半夏更狠，直接增肥10斤变身钢铁厂女老板，那股子狠劲儿隔着屏幕都能镇住人。她主演的剧加起来播放量2000亿加，白玉兰奖都提名了6次，妥妥的扛剧女王。网友都说赵丽颖的剧闭眼入坑都不亏。当其他85花深陷古偶舒适区时，她已经开启去偶像化转型。以前大家都叫她古偶甜妹，现在直接杀疯全场。别人还在古偶里谈恋爱，她已经演农村媳妇、聋哑妈妈，甚至当起剧组总策划了。当年因为农村出身被说土，她直接回怼：“我就是土里长出来的。”拍《幸福到万家》灰头土脸下地干活，网友都认不出这是她。中专学历起步，硬是靠着死磕台词本逆袭。拍《知否》时做梦都在背侯爷恕罪，离婚后甩出一句我自己缝缝补补就扎进剧组，现在连张艺谋都夸她改角色改得绝。最狠的是当与凤航总策划，连群演衣服少个补丁都能揪出来，活脱脱现实版钮祜禄、丽颖。其他人还在偶像剧里打转，她已经摸到正剧圈门把了。网友都说她这是抡着锄头把偶像剧饭碗砸了，硬刨出一条新赛道。赵丽颖的逆袭最狠的不是她够拼，而是把别人嘴里的缺点完成了必杀技。当所有人说圆脸没女主命，她偏用这张脸演活了花千骨、盛明兰，直接把可爱和霸气2种画风焊死在同一个人设上。当别人嘲笑她农村出身，她干脆在《幸福到万家》里素颜演村妇，把土味变成真实感武器。更绝的是她用时间换空间的玩法。7年龙套听着惨，但人家愣是把每个丫鬟角色当科班教材，攒到现在随便一个眼神都是教科书级别。拍《风吹半夏》时增肥10斤，
腰伤复发了就绑着钢板拍打戏，这些听着都疼的经历，反而成了他演技的养分库。最让我佩服的是他边流血边升级的生存模式。别人被骂土就急着换造型，他倒好，直接当起与凤航总策划，从剧本到服装全盘把控。婚变风波闹得满城风雨，人家一句我来缝补，自己转身进组拍戏。这种把玻璃碴子捡起来镶成王冠的操作，才是真大女主剧本。